如果最近你一直在关注国产剧，相信一定注意到了一个越来越有意思的现象。以前一部电视剧爆火，大家讨论的是剧情，是演技，是 CP 感。但现在一部剧登上热搜，大家讨论最多的居然是演员脸上的粉底有多厚，嘴唇到底有没有涂唇釉。而最近这个话题的主角就是张凌赫。这一秒过火上线仅仅2天，猫眼热度突破 99.8， 直接登顶热播榜。按理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然而，比起剧情和人物，观众却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了张凌赫的妆造上。继竹玉时期被网友调侃成粉底将军之后，这一次他又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称号——唇釉军阀。这个名字一出来，几乎瞬间席卷微博、抖音、B 站。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一句话：为什么一个军阀看起来比偶像剧男主还精致？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关于张凌赫的妆造争议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并不是张凌赫第一次因为造型翻车。时间回到竹玉，当时张凌赫饰演谢征。按照设定，这是一个经历无数战争、征战沙场的年轻将军。观众期待看到的是风吹日晒后的粗粝感，是刀光剑影留下来的疲惫，是战场磨出来的锋利眼神。可是电视剧播出以后，网友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画风，皮肤白的几乎没有一点瑕疵，底妆干净的像刚从化妆间出来，嘴唇颜色红润，甚至很多镜头里脸上的光泽感比女演员还明显。于是粉底将军这个外号就这样诞生了。当时很多观众认为并不是张凌赫长得不好，恰恰相反，正因为他本身五官过于精致，所以如果妆造在不断加法，整个角色就容易脱离真实。观众看的不是谢征，而是在看张凌赫本人。这也是很多演员都会遇到的问题。演员太帅并不是缺点，但如果帅到让观众忘记角色，那就会影响人物塑造。原本大家以为这一秒过火会成为张凌赫完成转型的一次机会，毕竟这一次他饰演的是民国军阀慕容清义。相比古装将军，民国军阀其实更加讨厌演员的气场，因为军装本身就是一种气势，不需要太多修饰。真正吸引人的是眼神，是压迫感，是权力感。然而电视剧播出以后，网友再次发现了熟悉的问题：发型几乎没有一点凌乱，制服笔挺到像刚刚熨过，脸上的皮肤依旧白净，最重要的是那双嘴唇。不少观众发现，无论在什么光线下面，都带着明显的光泽。于是唇釉军阀正式上线，评论区瞬间炸锅。有人说这不像军阀，更像刚拍完化妆品广告。还有人调侃这可能是历史上最精致的一位军阀。当然也有不少粉丝替张凌赫解释，他们认为这并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整个剧组的审美决定。毕竟一个演员很难决定自己的底妆厚度，也很难决定嘴唇到底有没有上唇釉。真正负责这些工作的是化妆团队和导演。于是关于责任到底属于谁，又开始出现新的讨论。其实这场争议真正爆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观众开始拿张凌赫与16年前的一部经典作品进行比较。来不及说我爱你，钟汉良饰演慕容峰。直到今天，这个角色依然被很多观众认为是国产剧军阀天花板之一。为什么？首先是妆造。钟汉良饰演的慕容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帅哥滤镜，皮肤并没有刻意追求无瑕，脸上甚至还能看到一些岁月感。再加上略显凌乱的头发、深沉的眼神，以及长期身居高位形成的压迫感，整个角色一出场就拥有军阀应有的危险气息。观众相信他真的可以掌控一座城。反观这一秒过火，虽然服装制作更加精美，画面更加高清，镜头更加电影化，但是人物身上的生活痕迹却越来越少。网友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一秒过火播出以后，来不及说我爱你的经典片段在短视频平台重新爆火，一天时间内相关播放量暴涨超过3倍。B 站和抖音上到处都是钟汉良当年的经典镜头，很多年轻观众甚至第一次看完以后表示，原来真正的军阀可以不用浓妆。
这也让不少业内人士开始反思，如今国产剧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越来越喜欢偶像滤镜了？事实上，这并不是张凌赫一个人的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多古装剧、民国剧都开始出现类似情况，男性角色统一白皮肤，统一零毛孔，统一口红色号，统一磨皮滤镜。无论角色是将军、杀手、侠客还是军阀，最终看起来都像刚拍完时尚大片。这种审美也逐渐让不少观众产生疲劳，因为影视剧最大的魅力就是相信。如果观众第一眼看到角色就开始研究他的粉底液品牌，而不是角色经历了什么，那么人物塑造其实已经输了。当然，我们也必须客观一点，张凌赫本人其实一直是一位成长速度非常快的演员。这些年，从《苍兰诀》开始，到后来宁安如梦渡华年逐玉，他的演技一直都在进步，尤其是眼神戏比早期成熟很多。不少业内人士也认为，这一秒过火里面，他在情绪表达方面其实已经比过去自然不少。很多观众真正吐槽的并不是他的演技，而是角色包装。如果能够减少一点偶像感，多一点人物感，也许评价会完全不同。还有一个细节非常值得讨论，为什么张凌赫每次妆造争议都能迅速成为热搜？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代表着现在国产偶像剧男演员最典型的一种类型：高颜值、高身材、高清五官。这样的演员本身就容易成为镜头焦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容易陷入一种困境：太帅很容易，演得真实却很难。真正优秀的演员不一定永远保持最好看，相反，他们会为了角色主动放弃一部分精致。观众喜欢看到的不是明星，而是人物。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开始怀念那些带着真实感的经典角色。最后，我们回到今天最初的问题：张凌赫真的需要为粉底将军和垂釉军阀负责吗？答案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演员当然需要思考角色塑造，但影视剧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作品。导演、摄影、灯光、化妆、服装、美术，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最终呈现。一个演员是否能够真正让观众忘记本人、记住角色，永远都需要整个团队共同完成。也许这一秒过火的争议不只是关于张凌赫，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当下国产影视工业在偶像审美和角色真实之间依然没有找到最好的平衡。未来，张凌赫会不会摆脱粉底将军和垂釉军阀这些标签？下一部作品也许就是最好的答案。如果有一天他能够让所有观众讨论的不再是粉底，不再是唇釉，而是角色本身，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你觉得张凌赫这次被称为垂釉军阀，到底是演员的问题，还是剧组妆造的问题？欢迎把你的观点留在评论区，一起讨论。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里每天都会带来最新、最热、最有深度的华语娱乐资讯。我们下期再见。